加装电梯对我来讲有百害而无一利，无数的后遗症留着。那包括现在直接造成的通风、采光、噪音这些问题，后面会逐步产生的就是房屋结构的问题。大家好，我是王秋阔，我身边是1年前我曾经拍过的碰到加装电梯问题的业主大哥。你好。那么大哥，你的房子是住在2楼是吧？对。那么现在加装好电梯之后，因为你当初也是反对的那么现在加装好电梯之后，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吗？从我个人来讲就从我们家来讲，加装好电梯之后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当然了，也处在那个2楼的这个位置来讲这件事儿，因为首先通风采光是明显的就是变化了。我们家以前的包括秋裤你上回来的时候看到的，上回来大概4、5点钟吧，那个时候我这个朝西的房子的阳光全部都是有的，就是直接能直晒的。现在呢，因为这一个烟囱这个电梯像烟囱一样竖在那儿，整整的呢，就是说从下午3点，其实就把我这儿朝西的房间的阳光都烫住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通风，通风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以前呢，南北通风正常的情况下呢，都还是比较好的。而现在被加装之后呢，最明显的就是夏天。其实就是说冬天呢，现在还没那么明显，但是夏天的话呢，南北通风是明显的不及以前。那这是2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噪音。噪音呢，因为我母亲的房间本来就是朝北的，其实噪音呢，那当然因为隔开电梯呢，大概有厨房间和卫生间，已经算隔得相当远了。但是呢，就是说到了晚上就是10点、12点有人乘坐电梯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影响。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噪音的影响，现在因为还是新的电梯嘛，可能就是说声音还没那么大，所以还影响的不算特别厉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其实整个房间，因为我们这一栋楼从那个加装电梯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房屋勘测，它整个房子呢其实是朝北有倾斜的，就是倾斜的比例是7%左右。照上海市政府4%，其实就是已经有一点危险了，10%就是属于危房，就是说是有严重问题了。那现在是加装之前是7%。那现在到底几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家的房屋的窗这一头其实是已经瓷砖其实是有明显的有一些裂缝了。其实所以我就是说这一个加装电梯对我来讲有百害而无一利。那所以呢，就是说整个加装电梯的过程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不愉快的，而且这个当中对我家庭的生活也造成了很多困扰。那现在呢，尽管是强行加装结束了，其实加装电梯的后遗症还有无数的后遗症留着。那包括现在直接造成的通风、采光、噪音这些问题，那包括后面会逐步产生的就是房屋结构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都是今后一个大问题。那我想问一下，人家说加装电梯会导致这个房价可能会上涨，那你们那边现在这个房价怎么样？房价其实是跌了，这个跌可能有大环境本身也在跌，但是呢，加装电梯你说它到底涨还是跌？那我只能说，就对高层应该还是有益的，对吧？因为它毕竟就是说，有些人还是以前爬6楼、爬7楼被溅死啥的。对。但是现在你不管怎么样，有了电梯，它一键直达会方便。但是就是像我前面讲的一个问题金3银4。本身这个房子就有价格，就是有差异的。你通过这个行为或者手段，其实改变了这个价格的问题。那对下面的受害人，你是怎么处理，对吧？就是说，所以本身原始的一票否决，包括就是协商一致，它体现的就是什么？对财产的尊重，而不是通过这些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种剥夺的心态。所以呢，才造成了现在的什么加装电梯产生了那么多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你住2楼的话，现在会去使用吗？这个电梯？我不会使用，我到现在没有用过一次。没用过一次？没用过一次。就体验过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对，因为我别的就是朋友家加装的，我也去过，也在他们那儿做过，但是我自己这栋楼我一次都没用过。因为对我来讲，这个加装电梯其实本身就是对我们底层居民的权益的侵害。照道理，这个你施工工程应该是有正式的审批文的，而现在呢，只不过是为了大幅度的，就是KPI 考核、政绩或者别的一些原因吧，在大面积推广，但是这里边的造成的问题真的太多了。
其实整个电梯我们也知道，上海家装电梯80多万，对吧？政府补贴28万，其实那么高的价格，但是你看看我们周边地区，包括山东啊，包括许多地方，家装电梯35万到40万。